即係開講有講嚇，知識係力量啊！即係我唔係講話我有乜嘢真知灼見，起碼 at least 我係用咗好多心機去研究嗰樣嘢。大家記唔記得呢個 Tesla 喺百幾200蚊？我日日同大家講 Tesla 咁滯，而家 Tesla 470幾蚊。最主要嘅關鍵係乜嘢？我係肯定咗。自從 version 12用咗端對端之後 ，Tesla 已經掌握咗full self driving 呢一個門，嗰條路已經正確咗啦。要行幾耐，可能快啲，可能慢啲，但呢樣嘢就係值好多錢，而係冇人喺呢條路上同佢賽跑。呢個就係最重要嘅。今日就係華爾街整個美國投資界。終於係承認咗呢個 Tesla 呢個 full self driving 嘅價值，擺咗落隻股票度。我覺得贏嘅就係呢樣嘢，贏嘅就係呢樣嘢，賺錢就係賺。有樣嘢你知道咗，你可以好肯定，而街度呢仲未知，仲唔信嗰刻，就係等於呢一個有咗 ChatGPT， 我大力講 NVIDIA 一樣。發達嘅就係 NVIDIA， 等於大家記唔記得我呢2個月 Donald Trump 當選以來Donald Trump 當選咗個零月啫，我不停喺度講 Donald Trump 當選兩間公司係最着數嘅，一間叫做 Palantir， 一間係 SpaceX。SpaceX 你買唔到啊，但係佢有一啲股份係揸住 SpaceX， 嗰啲係起咗1倍以上。咁就係我今日會喺 Patreon 出一條片係講下，我又有一隻新嘅股票係有興趣嘅。但係呢條片又唔係講呢啲嘢，呢條片就係講呢一個我係講咗幾耐香港嘅財政危機，終於全世界睇到呢個真係大鑊，呢個係美銀證券入不敷支係結構性問題。你唔係由 structural 去改變，死路一條。我話俾你聽，香港儲備只能夠用3年，用3年仲要舉債。其實香港一路引以為傲嘅就係我哋毫無債務，我哋財政穩健，基本法係規定咗嘅，而終於整咗個洗腳唔抹腳嘅政府出嚟。係由林鄭開始嘅，然後就係一路落去李家超，一路就係個陳茂波。呢個係2024-25年財赤，賣地收入減少 ，Stamp Duty 減少，用財政儲備去填呢個缺口。今年4月立法局通過決議案，授權財政司將土地基金、未來基金撥返嚟。嗰啲咧係儲起咗個錢，好快都會用完。今年4月至9月，政府一般收入帳目中有1190億來自其他基金嘅貢獻，大唔大鑊啊？一半收入係來自其他基金嘅貢獻啊！隨住你嘅財政儲備減少，其他嘅基金減少，呢啲收入就減少。我解釋俾你聽。當我哋有1萬億嗰陣時咧，1萬億儲備嗰陣時咧，佢每年俾翻5% 俾我哋金管局，咁呢度就有500億。而家你跌到500億咧，呢個咧剩翻200億。啲基金減少，由基金投資嘅收入亦都減少。將你由未來基金撥錢翻嚟，將來嘅錢越嚟越少。由到土地基金轉撥咗1170億啊，撲唔撲街啊？呢個係即係得我。經常我係聽，大家有冇第2個 KOL 聽我講呢啲講香港嘅財政數字啊？身為香港人，又講香港政府點樣理財咁撲街，呢個係好啦。我哋睇睇呢條數係假嘅。過去2年香港錄得幾多赤字啊？過去幾年大家睇下，378億，2300幾億。呢一年反彈有200幾億盈餘，1200幾億，1000億。今年頭7個月1600幾億，呢個仲冇計
賣債，將債項嘅收入賣啲政府債券出嚟嘅收入當成收入。如果唔係呢，今年嘅赤字呢係接近2000億，又接近2000億。而呢個政府係坐喺度並無對策，即係呢，你喺嗰個經濟唔好嗰時呢，你要收縮個預算呢係好痛苦嘅。邊啲預算收縮係唔會影響市面嘅經濟嘅呢？咁就第一就係嗰啲大型基建大白象，嗰啲呢係好少人得益嘅啫，嗰啲錢使就係嗰啲大陸嗰啲建築公司咯，嗰啲 consulting firm 對於整體經濟嘅繁榮呢係好少影響。你首先要 cut 嗰啲，而唔 cut， 全世界有經濟危機，第一件事有財政危機就要停不急之務。乜嘢唔急？當樓價跌成咁，你仲搞大嶼山做乜嘢啊？交椅灣，你仲搞北部大都會？邊個簽紙落去話支持北部大都會啊？新世界啊！仲有你揞錢支持新世界，仲要新世界支持你。財政儲備由巔峰嘅11600億減到幾多錢啊？唔夠5000億，超過一半，個財政儲備已經，你發夢都估唔到嘅。呢個係主要原因係賣地收入減少。大家睇下賣地收入，嗱，1100億、1400億、800億、1400億。2021年就係香港嘅樓市最後嘅一次輝煌。2021年嘅反彈，跟住699億已經多過腰斬，196億，你老母啊，剩翻10幾個 percent，37億，只係 vanishing， 呢個係 vanishing， 係消失咗呢一個今年即係賣咗2笪地，沙田小瀝源6億，呢一個沙田小瀝源華懋10.2億，其他呢有啲補地價啦。賣地收入，其實賣地收入一定冇咗㗎。如果你要救個樓市呢，你就要停止賣地收入㗎。如果唔係呢個樓市繼續跌落去你要立即收緊個供應。所以呢，你賣又死，唔賣又死，停止建咁多公屋同埋居屋，然後個樓市先至有可能企得穩。港府主要嘅收入，印花稅，大家睇下，由1000億跌到491億，點解啊？因為兩個原因。嗱，呢啲薪俸稅、利得稅咧就好穩陣嘅。我哋香港呢兩條數收入好穩陣。印花稅第一，個樓市淡靜，呢個第一點。第二點，冇咗嗰啲辣椒，嗰啲辣椒嘅懲罰性嘅印花稅咧係好犀利嘅。第三，股市嘅印花稅，呢輪嘅股市好翻少少，但係少 IPO， 印花稅大跌。印花稅最明顯下跌嘅係物業，跌到300億跌到116億，呢個冇計嗰啲辣椒。股票交易印花稅由659億跌到366億，印花稅係撲落嚟嘅印花稅撲落嚟。印花稅基本係兩條數，一個係賣地，一個印花稅，已經係爭咗1500億，呢個就係結構性嘅赤字。呢1500億一向你當有嘅，你就擺咗個預算度使，而家呢1500億係冇咗，你唔面對現實。好啦，37間券商停止交易。呢個聯合證券嘅主席話：市場嗰啲我做股票嗰時咧，後來咧就係聯合交易所咧就係有1000個券商嘅，而家咧積翻100-200個，死晒，
連新鴻基嗰啲咁大嘅都冇人幫襯，邊有人買港股啫？係人都買美股啦。利潤微薄，風險高。喺我20年嘅職業生涯中，佢得20年啫喎。我係有幾多年啊？我有50年喎。我從事證券行業50幾年，從未有過而家咁嘅時候。我睇唔到隧道盡頭嘅曙光。呢個冚家產交易所同證監仲唔識轉博，仲要買股票啊！1000股1000股咁買，你托咩？人哋外國做一股一股咁買啦，任人哋買啦。仲抽 Q 印花稅、抽 Q 交易徵費咩？呢個係負資產破4萬宗啊！呢個係好啦。2025、26年點樣提速發展喎？好好笑啊！仲開發更多創新優質嘅產業。你去照下把鏡啦！你俾人哋經濟制裁，香港係中國嘅一部分啦。產業多元化，多元你老母啦！增添動能，乜嘢多元化？做高科技，更綠色、更宜居，善用資源，匯聚力量，從來冇講點樣平衡個預算。兩個問題，第一，平衡預算，喺平衡預算嘅時候唔好損害個經濟，某種程度仲要撥啲力量嚟到幫助經濟復甦。你答我呢兩個問題。近期政府嘅債項，我俾大家睇下，你老母呢一個香港政府從來冇債嘅，有債都係扮有債嘅啫。由呢度開始，193億計入收入，2012年291億，2023年691億，23、24年725億，出年1200億，靠借債嚟過日。你唔需要等到3年㗎，你仲係咁，1年後人哋就唔信你香港政府啦，仆街！就係嗰個乜嘢都冇人買，嗰個基建債200億都發行唔到，香港發行債券竟然發行唔到，真係前所未有。總共負債5607億，如果加埋2024-25，係多過我哋嘅財政儲備，香港已經陷入資不抵債。嗱，我哋睇睇。呢個10月31號啊，10月31號，政府嗰盤數咧就係咁樣嘅。其實我解釋俾大家，我啲網友識得政府嗰盤數嘅啫。就係第一，財政儲備570幾億，呢一條數就係政府其他政府全部基金而家撥緊呢條數翻嚟啊。仲有累積盈餘，佢話呢條數咧唔喐得，咦，減少咗個條數，竟然累積盈餘蝕咗本喎，呢個係累積盈餘啊，即係咧呢條數5700幾億加埋呢條就真正嘅儲備，你全副家底就9000億。你而家咧爭人幾多錢咧？爭人5607億啊！即係呢啲邊個係？即係完全係唔識得當家，呢個陳茂波係個會計佬，完全唔識得經濟學，亦都唔識得做生意。好啦，我哋出呢本嚇，大起大，而家開始預訂嚇，大起大落的皇帝呢個朱祁鎮。明朝咧一共有16個皇帝，開拓有名一代，豐功偉績嘅太祖同成祖固然係值得史家大書特書啦。但我呢本書其實第3本啊嘅重點係放喺明朝嘅第6個君王英宗朱祁鎮，因為我認為佢歷史上最傳奇嘅皇帝。大家聽下點解話係最傳奇嘅皇帝呢？中國歷史上從來未試過有一個咁嘅皇帝，佢在位嗰陣時正值國力鼎盛，而佢呢喺一場親率50萬大軍嘅土木堡之變嘅戰役中慘敗，俾北方嘅瓦剌所俘，脅迫着佢周圍流徙，好多次咧索取贖金喎。按理說佢大有可能咧死於戰亂，但係咧就算能夠偷生，從此咧都應該一蹶不振，名字淹沒於歷史嘅煙雲之中啦。但令人驚訝嘅係，1年後佢竟然被釋放，
踏上故土。回國後，英宗俾細佬景帝封為太上皇，軟禁於南宮長達7年，爭啲冇命。景泰8年，景帝病重，有人藉機發動政變，擁立佢重登帝位。奪門之變之後，佢第2次登基，年號天順，接住又執政咗7年，前後在位22年，成為中國歷史上唯一一次2次登基嘅皇帝。從上面嘅簡述，大家是否有同意佢歷史上最具傳奇色彩嘅皇帝呢？咁啊，大家可以預訂喎。2025年2月就寄出啦，呢本書係。咁呢個呢就係空郵嘅價錢啊，台灣就484蚊台幣，呢個已經8折咗噶啦，呢個就係8折咗噶啦，呢個就係。咁就係包埋郵費，呢個包埋郵費，本書8折咗噶啦。咁最貴就係歐洲2000啊，即係500蚊到，美加400幾蚊到，呢個係。嗱，你哋預訂我先，你預訂幾多印幾多㗎？又有親筆簽名嘅，呢個係。咁又有平郵啊！我一定就住大家個荷包嘅，需時40日，由寄出日期開始算，實際時間嘅郵遞而定，有寄失嘅可能嚇。英國美加最遠嘅平郵價錢，呢本書都係752蚊啫。咁咧呢個就係、我相信你哋應該儲齊一套明朝歷史啊！呢套係我覺得我真係睇晒街道上一本寫朱元璋，冇人寫得好過我，冇人寫得好過我，包括嗰啲歷史大家唔係。仲有我要提一提呢本書呢，我係同我妹妹合著嘅，我好開心，我哋2兄妹合著嘅。我個妹叫蕭若碧，佢幫我好細心考究同埋整好晒啲文字。